能够战胜。他是21世纪日本拳坛名气增长最快的日本天才拳王，来咱们中国打比赛一场未败，9战9胜9次 KO 的豪华战绩，更是将咱们国内拳坛各路选手给吓坏。日本首相还称他为最能打的新兴拳王，为日本搏击界也是斩获了不少奖牌。他就是朝九玉桂，相信很多拳迷应该也听到过他的名字，出场方式也很特别，身后还有人帮他抱着一块金腰带。在很小的时候，朝九玉桂就开始练习日本的空手道，日后也是将各路搏击招式结合在一起，有了自己的独特战术打法。在中国打比赛打出名堂之后，甚至还敢点名挑战泰拳王子波球，这样的豪华战绩也被日本拳坛各大媒体拿来宣传，说咱们中国选手根本不可能打败他。朝九玉桂这位选手天生就是为了暴打中国人。不过多年后，终于又一位中国小将横空出世，他就是搏击新星朱帅，曾经也是单刀赴会到日本打比赛，以2战2胜的战绩打败2个日本拳王，也在日本拳坛打出名气。今天就是要好好的教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日本选手。那么比赛开始前，还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兄弟能动动发财的小手点赞支持，小编在这里祝大家财源滚滚，好运不断。咱们直接来到比赛现场，台上的黄毛就是日本选手朝九玉桂，红色方则是咱们的中国选手朱帅。日本选手来咱们中国打比赛也是9战9胜，战绩自然更加光鲜亮丽。相比较之下，朱帅更像是个毛头小子，甚至很多人赛前都认为朱帅根本赢不了这场比赛，因为朝九玉桂在日本拳坛已经属于天花板级别的人物了。但相信朱帅能通过自己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性格，爆冷赢下这场比赛。大象新闻客户端进行投票。朝九玉桂在去年的年终盛典对上了王俊玉，那第4回合以跳膝 KO 了王俊玉，但是呢脚部严重受伤，整整的休养了1年，再回到50峰的擂台。朝九玉桂在中国这个60这个级别当中已经成了大家的一个噩梦，是，就是无人能够战胜了他。朱帅的表现惊呆了众人，谁也不敢想象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竟然能将日本天花板给击倒，就连朝九玉桂接受读秒时也是一脸懵逼，这也是他第一次在中国的拳坛被读秒，明显能看到他十分的不服气，这也让他丢尽了脸面。为了将面子给找回来，朝九玉桂也是加强了自己的攻势，准备直接将朱帅给 KO 终结。但是朱帅并不会如此顺着他，果断放弃正面硬刚的机会，开始做防守反击，完全没有给他一点扳回局面的机会。真的是振奋人心。好，哇！选择拼拳是朱帅的机会。朝九玉桂如果选择步伐的变化的话，就比较难打；如果选择对攻的话，对朱帅比较有利。现在朝九玉桂的这个脑袋还是非常清楚的，是一直在瞄他老爸，他老爸一直下指令。过去他老爸第1回合是不会下指令的，现在呢没办法，被朱帅打倒之后，对，紧张了，不得不下指令了。其实此刻的朱帅眼中根本没有什么日本王者，在他眼前只不过是一个技术稍微成熟一点的陪练罢了。掌控住比赛节奏之后，朱帅也是大开大合，打得十分流畅，重拳猛砸，更是将日本选手给打得连连后退。这样的画面对于朝九玉桂来说，简直是做梦都想不到的。照着这样的打法下去，朱帅在这回合就能直接把对手给终结 KO， 赢下这场比赛，朱帅就能一战成名，直接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搏击新星。还是他们的道馆是小小破破旧旧的。那朝九玉桂在50峰一战成名之后啊，他们现在的这个道馆变成1000平方米的这种很大的道馆，然后学生好几百个人，常常呢这个里面塞不下，要到外面空地去练。好，惊涛骇浪之中，还有10秒。朝九玉桂撑过了第1回合，但是呢，这个朱帅漂亮的强读。好，第1回合比赛结束。现在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日本选手也是通过自己的意志力坚持了下来。简单的恢复之后，他也像是打了鸡血一样，准备加快进攻节奏来教训一下朱帅。年轻气盛的小伙子打比赛就是不一样，出拳不仅快，而且还非常的猛，打在对手身上十分痛快。不过朱帅拿到了大比分优势，也是不能轻易的放松，因为他眼前的日本王者可不是一般人，有可能就是因为大意，直接被朝九玉桂给反败为胜。拳手之间的较量不仅仅是狭路相逢勇者胜，而是整体团队战斗艺术的一个较量。就从这个朱帅所在的辽宁创新来讲，我也有跟他们的教练张涛联系。之前的话，他们就是对阵外国的高手的时候，他们首先想做的是要防守，怎么样防？现在不是这样，他们会针对
这个对阵的对手做研究，对，然后做出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作战计划。其实张涛啊，他对于朝九的分析也非常清楚。为什么过去中方选手打不赢这个朝九玉桂，就是因为朝九玉桂节奏很快，会把中方选手带乱。再来呢，朝九脚步快，这个中方要控制距离做连续击打都很难。那另外呢，这个朝九的腿法的击中效果比较好，所以会引起裁判的青睐。那以上呢，这几点都已经被朱帅给破解了。对，因为他们团队做了这个比较细致的研究。是。再来，那当然了，这个朝九玉桂啊，他们在练功也有他们特别的方式啊，所以你看，朝九玉桂身为日本天才少年，在这场比赛开始前，大部分人都不看好朱帅，觉得朱帅的实力和朝九玉桂对比起来，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不过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，朱帅在面对朝九玉桂的时候，不仅没有被朝九玉桂给压制，甚至还能打出精准反击，从而形成反压制。这一幕可是看呆了在场的所有人，更是狠狠打了那些崇洋媚外小黑子的脸。无氧的能力，所以现在能够顶住这个朱帅的攻击。再来，朱帅现在仍然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。你要注意啊，我们的朝九玉桂会左右换架，而且呢，他们最近他的弟弟朝九太阳刚刚用这个3日月簇 KO 了日本选手，所以他们这个家族也是会这个秘密的绝招了，是点穴的绝招，用这个脚趾头那一块来点你。对，刚刚王鹏飞没用出来，王鹏飞一直想学这一招3日月簇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其实我觉得朝九玉桂的这个战术就是选择对拼，就不像以前的朝九玉桂，就感觉了，就是1年没打比赛没感觉了。你经常不上擂台会失去这种擂台上的感觉的。原先去年11月 K1 有找他去比赛，那他老爸是担心我们年终盛典会影响到这个关于秀单会影响，所以就把他飞掉了。第3回合开始，经过前2个回合较量，相信大家也都看出来了，两人的打法都是相当的刁钻犀利，打出的每一拳每一腿都是奔着 KO 对手去的，根本就不是为了单纯的取得点数。不过不得不说，朝九玉桂不愧是日本最顶级的拳王，整体实力确实是要高于朱帅，稍微加强了自己的进攻攻势，就打得朱帅连连后退。话还没说完，朝九玉桂抓住机会，连续的重拳瞬间打翻朱帅。虽说这一次击倒并没有对朱帅造成太大伤害，但是在高手对决中，一次击倒是相当致命的。朱帅要小心，前面守住这一回合，有一个跳膝。哇！你看，陷入苦战，没想到呢，这个朝九玉桂第3回合大爆发。对。好，不要把背转向对手。是，好，这个是我们朝九玉桂的抢背的技巧，是朝九抢到你的背后了。再来，接腿。好，又抢背了，你看。但是裁判还是会这个提示朱帅啊，不要把背给对手。对的。好，这就是随着比赛持续进行，比赛也是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，两人的进攻节奏简直是拉满了。你打我1拳，我绝对要还你2拳，一点不怂，就是正面硬刚，完全不带怕的，甚至是哪怕硬抗对手的重拳反击，也要发起进攻。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，两人都已经拼命了。朝九玉桂是不想输掉自己9连胜的傲人战绩，反观朱帅则是不想在家门口输掉比赛，要不然的话那可真是丢人丢到家了。就看在接下来的比赛中，谁的抓机会能力更强了。意识啊，他相当的强调，在日本的原话就是训练瞬间的一个认识跟闪念，就是一个闪电之间的一个念头。我们老爸的一个家传的一个心法，相当的这个深奥。哇，今天朝九玉桂的老爸也是比较辛苦。从第1回合喊到第3回合。对。会安排在今年6月之前的里面，这也是之前观众提问，特别跟观众说明一下。好，回到场上来。来了。说实在的，还有10秒。对，朝九的拳法比较粗，但是呢，他拳里面夹着膝法，不好对付。随着裁判宣布比赛结果，最终也是由朱帅以点数赢得比赛胜利。你喜欢朱帅这个小伙吗？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，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加关注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